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误区比乱吃保健品还伤人，10个人里有9个都在做错，越补身体越虚，越养毛病越多。我见过太多中老年人大把花钱买补品，结果身体反而垮得更快。上个月就有个阿姨在家突然头晕站不稳，送到医院一查，血糖飙升，血压爆表，可她天天吃燕窝炖人参，把贵的补品吃了个遍，就是不懂秋天该怎么养。我跟她说，阿姨，养生最怕逆着季节来，就像大热天穿棉袄，秋天用夏天的法子养身体，不出问题才怪。今天我不说贵药材，不讲复杂理论，就跟大家聊身边最普通、最便宜却最管用的4种秋季水果，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顺时养生方，不用花1分钱，吃对了比啥补品都强。想不想知道为啥有的人70、80岁腿脚利索，头脑清醒，有的人刚过50就浑身毛病，老态尽显？答案全在这4种水果里。不过在讲之前，我真心劝大家，想学会这种不花钱的长寿法，就点个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别错过每一期的实在分享。毕竟健康这件事，错过一次可能就错过一辈子的好机会。我先讲第1种，也是秋天家家户户都有的，很多人觉得普通，却不知道它是血管的救命卫士。上周3傍晚，我刚忙完诊室的事，准备下班，护士急急忙忙冲进来，说急诊有位老人家突发心梗，情况特别危急。我赶紧跑过去，看到一位70多岁的伯伯，脸色发青，呼吸微弱，抢救了半个多小时才稳住。检查结果出来，我心里一沉，血管堵了90%，随时都有危险。家属哭着问我，医生，他平时看着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心梗了？我翻了他的病历，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事，这位伯伯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样，一辈子不爱吃水果，总觉得水果凉，伤脾胃，宁愿吃保健品，也不肯碰一口普通水果。可他偏偏忘了，身边最不起眼的苹果就是清理血管、保护心脏的天然良药。你别不信，苹果看着普通，藏着2个护血管的宝贝。第一个是果胶，我常跟患者说，果胶就是血管里的清道夫。咱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，用久了会积油污、堵杂质，这些脏东西就是坏胆固醇和多余血脂，堵得多了，血管就硬就脆，容易出事。而苹果里的果胶进到血管里，就像一块强力海绵，把这些脏东西牢牢粘住，跟着代谢排出去，一点不费劲。我有个老患者，姓陈，65岁，3年前体检查出胆固醇偏高，数值超了正常范围不少。医生让他吃药，他怕西药伤肝肾，特意来找我，我没让他买贵药，就告诉他一个简单法子，每天下午3点吃一个连皮的苹果，别削皮，别榨汁。就这么坚持，陈叔一开始还半信半疑，觉得这么普通的水果能管用，结果坚持了1年，再去体检，胆固醇数值直接降到正常范围，连给他检查的医生都惊讶，说很少见不用药就能调回来的。陈叔特意打电话跟我说，现在每天最盼的就是下午那个苹果，比吃啥补品都踏实。第2个宝贝是多酚，这是血管的保护膜，咱们的血管最怕氧化，就像铁放久了会生锈，血管一生锈就会变硬变脆，弹性越来越差，血压也容易不稳。而苹果里的多酚就像给血管涂了一层防锈漆，牢牢护住血管壁，让它一直保持年轻有弹性，不容易出问题。不过我要特别提醒一句，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多脾胃偏弱，直接吃生苹果，有的人会觉得胃凉肚子胀，没关系，我教大家一个温补吃法，特别温和，不伤脾胃。准备一个苹果，洗干净，从顶部切下1/4，挖掉果核，中间放2勺甜酒酿，撒点红枣丝、核桃碎，几颗枸杞，把切下来的苹果盖回去，放进蒸锅蒸15分钟，
蒸好的苹果清甜软糯，营养一点没少，性质变得温温和和，脾胃弱的人吃着也舒服。还记得那位心梗的伯伯吗？后来我去病房看他，他跟我说这辈子几乎没吃过苹果，总觉得凉。早知道这么简单的法子能护血管，也不会遭这份罪。我当时听了心里特别难受。很多时候不是身体不争气，是我们把最简单最管用的东西都给忽略了。记住，苹果不是普通水果，是大自然给中老年人的护心果，每天一个，坚持吃，血管干净，心脏安稳，比啥都强。接下来讲第二种，秋天最该吃，却很多人吃不对的，专门解决秋天最难受的毛病——秋燥伤肺。我前阵子接诊一个患者，60多岁，姓吴，是个老教师，常年说话多，嗓子本来就焦，一到秋天就遭罪干咳，嗓子干痒，一点痰都没有，咳得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说话都费劲。他女儿带他跑了好几家医院，药吃了不少，雾化也做了，就是不见好。后来半夜咳得实在受不了，来急诊找我，我给他检查了一下，肺部没大问题，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。中医讲，肺是焦脏，最怕干燥。秋天天气干，风又大，空气里水分少，肺里的津液很快就耗干了，就像家里的花盆长期不浇水，土干了，花蔫了。咱们的嗓子、呼吸道、皮肤就是肺的叶子，肺里缺水，这些地方最先出问题，干咳、嗓子疼、皮肤干、鼻子干，全是肺在喊缺水。那秋天补肺润燥最快最管用的是什么？就是梨。别觉得梨普通，它是秋天的润肺第一果，性质温润，生津润燥，清热化痰，是专门对付秋燥引起的各种不舒服。我当时就跟吴老师说，不用吃贵药，回家用一个雪梨加3粒冰糖，1-2颗川贝，加水炖1个小时，趁热喝汤，吃梨肉，每天1次，坚持几天试试。吴老师半信半疑，回家照做了。3天后给我打电话，声音清亮多了，说嗓子不那么干痒了，咳嗽轻了一大半，1个星期后再来复诊，干咳基本好了，晚上也能踏实睡觉了。他笑着说，没想到这么便宜的梨，比我吃的那些药都管用。从现代营养来说，梨里钾含量特别丰富，能帮身体排多余的钠，稳定血压。还有一种叫松皮素的物质，研究证实能保护心血管，减少肺部不适。心内科的同事跟我说，他们观察过经常吃梨的老人，血压稳，肺部毛病少，很少有休克反复的。但我一定要提醒大家，梨偏凉，脾胃虚寒，容易拉肚子的人直接吃生梨。容易胃不舒服、肚子疼，我教大家一个温和吃法，不伤脾胃，润肺效果还加倍。准备一个雪梨，不用去皮，洗干净，用筷子在梨身上扎10几个深孔，每个孔里塞1粒花椒，然后放进蒸锅，隔水蒸20分钟。蒸好后把花椒挑出来，吃梨肉喝汤就行。花椒是温性的，能中和梨的凉性，既润肺又暖脾胃，还能去体内的寒湿，一举3得。吃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，特别舒服。吴老师后来一直坚持这么吃，每年秋天都很少咳嗽，气色也好了很多。前阵子还特意给我送了一箱新鲜的梨，说这是秋天最好的润喉药。记住，梨不是普通水果，是秋天的肺脏守护神。嗓子干、干咳、皮肤干，别乱吃药，吃对梨，润肺润燥，舒服一整个秋天。第3种水果，很多人爱吃却不敢多吃，吃不对伤身体，吃对了能救命，尤其是常年便秘、肠道不好的老人一定要认真听。3个月前的一个深夜11点多，急救车送来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，脸色蜡黄，肚子胀得像鼓，疼得直打滚。家属急得团团转，说老奶奶已经10几天没大便了，开塞露。
通便药都用了，一点用没有，肚子越来越胀，差点撑不住。我赶紧给他检查，发现肠道严重堵塞，再不手术就有危险，立刻安排手术。手术很顺利，老奶奶捡回一条命，后来她康复了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她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不懂柿子的吃法，白白遭了这么大罪。原来老奶奶便秘20多年，每次上厕所都要蹲半个多小时，费力得满头大汗，有时候还要用手帮忙，那种痛苦没经历过的人根本不懂。前几年秋天柿子上市，他偶然吃了几个熟透的软柿子，没想到便秘居然好了，每天都能顺畅排便，肚子也不胀了。他特别开心，那段时间每天下午都吃一个软柿子，身体特别舒服。可后来听别人说柿子不能多吃，会结石，伤胃，他吓得再也不敢碰了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便秘又回来了，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，直到这次差点丢了性命。我听了特别心疼。很多人都误会柿子了，柿子不是坏东西，是秋天的润肠宝，关键是要吃对，吃熟吃软的。中医讲柿子味甘，性凉，润肠通便，清热润燥，特别适合秋天干燥引起的便秘。它里面有大量的水溶性膳食、纤维和果胶，进到肠道里能吸收水分，把干硬的大便泡软，还能刺激肠道蠕动，让排便特别顺畅，不用费力。对常年便秘的老人来说太管用了。而且柿子还是护血管的好东西，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10倍多，能增强血管弹性，保护血管壁。里面的抗氧化物质还能降坏胆固醇，保护心血管。消化科的同事统计过，经常吃熟透软柿子的老人，肠道功能好，便秘少，心血管也更健康。但我必须郑重提醒大家，柿子有禁忌，千万别乱吃。第一，绝对不能空腹吃，空腹胃酸多，柿子里的熟酸会和胃酸结合，形成胃结石，特别伤胃。第二，不能和螃蟹、牛奶、鸡蛋这些高蛋白食物一起吃，容易腹胀、腹痛、结石。第三，一定要吃熟透的软柿子，硬柿子着酸多，伤胃。每天最多吃一个，饭后半小时吃最合适。为了让大家吃得安全，我教大家一个柿子的温和吃法，不用怕伤胃。准备几个熟透的软柿子，去皮，捣成柿子泥，加等量的面粉，少量糯米粉，揉成不沾手的面团。喜欢甜的可以包点红豆沙，分成小份，压成小饼，锅里放一点点油，小火慢慢煎，煎到两面金黄，外酥里糯，香甜可口，既保留了柿子的营养，又去掉了熟酸，老人小孩都能吃，当秋天的点心特别好。那位老奶奶出院后，按照我说的，饭后吃一个软柿子，偶尔煎点柿子饼吃，现在便秘完全好了，每天排便顺畅，气色也红润了。她说原来不是柿子不好，是以前不会吃。记住，柿子是秋天的肠道守护神，常年便秘肠道干的老人别乱吃泻药，吃对软柿子，润肠通便，一身轻松。第四种水果吃，看着不起眼，干干瘪瘪，却是中老年人的安神宝，专门解决失眠、心慌记性差的毛病。很多人睡不着，睡不踏实，就是缺了它。上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位75岁的阿姨打来的，声音特别激动。她说，医生，我太感谢你了，我终于不用吃安眠药了，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了。这位阿姨我认识，3年前找我看过病，当时她整个人憔悴得厉害，眼眶深陷，头发花白，脸色蜡黄，跟我说退休后总爱胡思乱想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有时候整夜都睁着眼睛，实在没办法，吃了2年多安眠药，越吃效果越差，白天昏昏沉沉，没精神，记性越来越差，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。儿女看着他这样，心疼得不行，却一点办法没有。
我给他号脉，看舌苔，很明显他是心脾两虚，心血不足。中医讲，心主神明，管睡眠，就像身体里的总指挥，要是心血不够，总指挥没力气，就会心神不宁，胡思乱想，晚上自然睡不着，睡不踏实，还会心慌、头晕、记性差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别再依赖安眠药了，试试一个简单的食疗方，不用花钱，没副作用，每天用10颗桂圆肉，5克红枣，1小片当归，加水煮水当茶喝。桂圆就是龙眼干，看着不起眼，却是补心血、安神的宝贝。桂圆性质温温的，专门入心、脾两经，能补心血、健脾胃、安神助眠，对思虑多、劳心伤神引起的失眠、心慌、健忘特别对症，比很多安神药都温和管用。阿姨半信半疑，回家坚持煮水喝。1个星期后给我打电话，说晚上不怎么翻来覆去了，能睡几个小时了。1个月后再来复诊，睡眠好了一大半，心慌也少了。3个月后，慢慢减少安眠药用量，半年后完全停掉了安眠药。现在每天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睡6、7个小时，白天精神好，气色红润，记性也好了很多，再也不昏昏沉沉了。从现代营养来看，桂圆里钾、镁、铁含量特别丰富，镁被称为天然镇静剂，能放松神经，缓解焦虑，帮人快速入睡。桂圆里还有一种腺苷物质，是天然的助眠成分，能促进深度睡眠。神经内科的同事说，长期适量吃桂圆的老人，睡眠质量好，情绪稳，记性也不容易衰退。但我要提醒大家，桂圆偏温，容易上火，口干舌燥，经常便秘的人别吃太多，每天10克左右就够了，不用多吃。要是觉得每天煮水麻烦，我教大家一个懒人吃法。煮粥的时候，顺手放几颗桂圆肉，几片百合，几颗莲子，一点银耳一起煮，百合清心，莲子安神，银耳滋阴，和桂圆搭配，养心安神，效果加倍。早上喝1碗，一整天心情稳，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那位阿姨现在每天早上都煮桂圆、百合粥喝，她说这碗粥就是我的安神汤，喝了心里踏实，睡得安稳。记住，桂圆不是普通干果，是中老年人的心神守护神，失眠、心慌、记性差，别乱吃安神药，每天吃点桂圆，补心血，安心神，睡得香，身体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讲的4种秋季养生果，苹果、梨、柿子、桂圆，全讲完了，都是身边最普通、最便宜却最管用的宝贝。我再跟大家好好总结一下，记牢了。秋天照着吃，少生病，身体好。苹果是血管清道夫，默默帮我们清理血管垃圾，保护心脏。每天1个，血管干净，血压稳。梨是肺部守护神，专门对付秋燥、干咳、嗓子干，吃对了，润肺润燥，呼吸顺畅。柿子是肠道贴心人，润肠通便，缓解秋燥便秘，熟透软的饭后吃，肠道通畅，肚子舒服。桂圆是心神安抚者，补心血，安神助眠，改善失眠。心慌记性差，每天适量吃，睡得香，精神好。这4种水果看着平凡，却藏着老祖宗最实在的养生智慧，没有昂贵的价格，没有复杂的吃法，却能实实在在护着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。我行医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人花几万块买补品，吃保健品，最后身体没养好，还吃出一堆毛病，却偏偏忽略了身边这些最天然、最安全、最管用的食物。我常跟患者说，最好的养生不是花钱买贵的，而是顺时吃对的。最好的药材不在药店，在我们的厨房里。果盘里，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口诀：春吃芽，夏吃瓜，秋吃果，冬吃根。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是几千年的生活经验，是顺应自然。
养身体的大智慧，秋天天气燥，阳气收，就该吃这些温润润燥、补气血的水果。顺着季节养身体，不花钱，少生病，比啥都强。我今天把这些实在话、管用的法子讲出来，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别再走弯路，别再花冤枉钱，别再迷信贵补品，别再乱吃保健品。从今天开始，把这4种水果端上餐桌，每天吃一点，坚持下去，血管干净，肺部滋润，肠道通畅，心神安稳，身体自然越来越硬朗，越来越健康。也希望大家把这些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分享给身边的家人、朋友，尤其是家里的老人，让更多人受益，少生病，少遭罪，健健康康过日子。健康这件事没有捷径，贵在坚持，贵在简单，贵在顺应自然。别等身体出了毛病才着急，日常多注意，多保养，比啥都重要。最后，真心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身体健康，平安顺遂，远离病痛，老有所养，老有所乐。咱们下期再分享更多实在、管用的养生知识。